辉岳市辉岳2中觉醒广场，一个个面向稚嫩的学生排成长队，在老师们的指挥下走向中央的一处高台。广场外人潮汹涌，翘首以盼的家长们眼中闪烁着期待目光。今天是兴隆帝国1年1度的觉醒日，2中的数百名高3学生将进行统一转职。不仅家长们要来，甚至一些社会名流也要来此观礼，等待着一些好苗子的出现。徐坤菜转职成功，职业养鸡匠；杨树林转职成功，职业枪斗士；张良转职成功，职业催眠师。伴随转职法阵的运转，一张光幕笼罩住高台，点点星光洒落，不断融入到学生体内。一个又一个学生完成了转职，终于等到转职日了，是龙是虫，就看职业觉醒的如何了。此刻，站在6班队伍中央，林寒深吸了一口气，目露期待。穿越到这个世界已经10年了，他对这里的一切早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这个世界原本也叫蓝星，数百年前，游戏世界降临与现实结合，不仅蓝星面积暴涨1000倍，世界规则大变，伴随的还有无穷无尽的怪物入侵。在所有热武器失效的情况下，人类只能被迫走向超凡之路。而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人类开发出了觉醒率100%的职业化道路。每个蓝星人在18岁时都会进行转职觉醒，从而拥有独特的超凡力量。这个世界副本、禁地、秘境等数不胜数，更有怪物霸道横行。因此，通关秘境、攻略副本、开荒禁地、猎杀怪物、加入战争等，均可获得大量经验，用于提升职业等级，学习职业技能来不断变强。这个觉醒之日，林寒已等待了整整10年，他很期待自身的职业。林寒，你这位战士职业准备的大体格子，以后可算要有用武之地了。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林寒回头发现是自己的死党王强。林寒点了点头。在这个世界中，职业可分为3大类。第一类是主战职业，即拥有高战斗力的职业，如战士、骑士、剑手、法师等。第二类就是生活类职业，这是人数最多的职业类目，如面点师、铁匠、矿工等。一旦觉醒为这类职业，这辈子只能是普通人。不过因与生活息息相关，生活类职业中倒是出现了许多富可敌国的产业链。至于第3类，就是辅助类职业，如附魔师、魔具师、魔药师、治疗师等。这类职业人数最少，可却不可小觑，一些强大的辅助职业简直是香饽饽。无论是下副本还是开荒，或者是通关秘境，辅助类职业都不可或缺。甚至有些通关团队宁愿少一个输出主战，也要带一个辅助。不过辅助类职业培养需要海量资源，一般不是什么大家族大势力，根本培养不出像样的辅助强者。3大类职业中，林寒最期待的便是主战类的战士职业。这类近身格斗为主的职业，凭借其超强生命力以及不俗的伤害，既可化身为狂暴斗士，也可成为钢铁般的城墙，是名副其实的杀戮职业。林寒在书上看过一个理论，虽然职业的觉醒与天赋有很大关系，可也受自身一部分意志的影响。因此，从穿越过来的第2年起，林寒便开始了无比疯狂的锻炼。9年后，他成功化作了一个肌肉狂魔。现在，他身高2.16米，体重190公斤，力大无穷，肌肉裘结到比他上一世的健美先生们还要夸张。甚至辉岳2中校长都曾说过，林寒是天生战士职业苗子。马上轮到咱班觉醒了，大家一定记好，不要抗拒阵法力量的牵引。虽然觉醒为战斗、辅助类职业前途无量，可生活类职业也不是没有潜力。看到5班的徐坤菜同学了吗？人家就前途无量。高台前穿了一身职业装，面容精致、身材爆表的班主任杨雪薇滔滔不绝地给学生们打着气。而杨雪薇口中的徐坤菜，家族世代职业都是养鸡匠。徐家的肯德基连锁店在兴隆帝国火了上百年，狂揽了一大批忠实客户。而徐坤菜还未完成转职时，就因一句“鸡你太美”的广告词火遍了整个帝国，跻身顶流，是生活类职业中响当当的代表人物，属实是职业逆袭的典范。杨雪薇经常用徐坤菜及其家族有关的事迹来鼓励学生。这时，5班最后一名学生的觉醒已经完成。6班班主任杨雪薇走到高台前，对一位负责阵法启动的老者鞠躬道：“王主任，6班的学生就交给您了。”老者是高3的年级主任，叫王健，是一名60级的法师，而且还是隐藏职业气象法师，能操控风与2系魔法，即便在主战职业中都是相当强的存在。王健笑了笑道：“让他们上来吧。”杨雪薇拿出一份名单，讲道：“我念到名字的同学进入法阵进行转职觉醒。”高冲激动地走上高台，法阵升起光幕，点点星光洒落。很快，转职仪式结束了。高冲头顶的光幕上出现了一行字体：主战类职业盗贼。高冲脸色红润，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能转职为主战。我靠，主战职业，这高冲嗑药了吧？盗贼啊，以后转职成暗影刺客，甚至暗影道圣都是不错的选择啊。羡慕羡慕。
在众人的恭维声中，高冲走下了法阵。下一个，王强。杨雪薇声音响起，林寒，等兄弟去觉醒一个御兽师职业，带你起飞。王强家境不错，族内历代都会出几个主战御兽师。说完，他便一路小跑着进入了转职法阵。光幕升落，主战类职业卡牌大师，真是约了狗了，没当上御兽师，倒成发牌的了。王强一脸苦闷地走到林寒身边，说道：好了，好歹是主战类职业，别挑了。林寒笑了笑，这9年来，他统计过觉醒数据，100人之中，主战类职业的觉醒率只有15%，而王强能成为卡牌大师，已经很不错了。牛骨力，马大胆。很快，大部分的6班学生都进行了转职。不过，除了又出现的几个辅助类职业外，大部分同学觉醒的都是农夫、矿工等生活类职业。唉，这届6班学生没有几个好苗子。高台前方，王健叹了一口气，6班属于重点班级，往年进行到现在，怎么也得有5个以上的主战职业了。嗨嗨，主任，下一个就是林寒了。杨雪薇咳嗽了2声后，指了指林寒，该教的他都教了，学生不给力，他是真的没办法。哦，他就是校长提起过的那个天生战士。看向林寒，王健脸上闪过一丝期待。他可是听说了，这林寒早就将战绩解析、近距离格斗术、怒气冥想课、人体解析课程都修完了，成绩排名年级第1，被称为2中第1天才，是这届最有可能觉醒稀有职业的学员。林寒，等你成为战士，咱们兄弟2个一起杀怪升级。王强拍了拍林寒的肩膀道：好，等我王者归来。笑了笑，林寒走上高台后，觉醒法阵开始了运转。下一秒，轰隆，天际间伴随着一声巨响，无数乌云聚集，天空变得漆黑无比。同时，一阵阵狂风从4面8方吹动而来，高台下方的人们简直都要站立不稳了。黑暗裹挟着狂风，如同末世降临。这种情况是之前觉醒的几百个学员身上都从未出现过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刹那间，原本纷纷扰扰的广场变得寂静无声，所有人都被震惊到了。王主任，这种情况难道是隐藏职业？杨雪薇鹰口微张，说出了内心的一个想法。不错，这确实是隐藏职业独有的转职意象。王健淡淡开口道，在这个世界中，除了3大类职业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职业，他们比稀有职业罕见，甚至比一些传说职业还要稀少，名为隐藏职业。每一个隐藏职业出现时都会引来异象，这是天地对隐藏职业独有的礼赞。那岂不是说林寒注定会成为一个顶级强者了？自己班级里出现这样一个天才，杨雪薇脸色红润，激动的身体都颤抖起来了。也不一定，虽然隐藏职业罕见，可是这类职业最大的缺点就是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王健脸色依旧平淡，历史上也不是没出现过天地异象之后觉醒的职业却十分弱势，最终归于平凡的例子。而就在王健说完的下一刻，突然一道光芒之柱从觉醒法阵上升起，遮掩了林寒身影，耀眼夺目，直冲天际。刹那间，光芒与黑暗成为了天地间的主旋律。星光之柱，所有人再次被震惊到了。一般来讲，觉醒者在登上觉醒法阵之后，法阵只会散发出点点星光来引动职业的出现，星光越浓郁，转职的职业就越强。可像林寒这种星光凝聚成柱的学生，在整个辉月高中，甚至是整个星龙帝国的历史上都极为少见。而在星光之柱出现后的不久，高台上出现了绿、黑、蓝、紫4道散发着无比强烈气息的元素光环，环绕着星光之柱缓缓上升。我去，这得觉醒出多强的职业啊！这个林寒的天赋也太恐怖了吧！这一刻，所有的学生、老师、家长看向转职法阵之时，无不露出羡慕的眼光。最终，在星光之柱的引导下，4道光环全部冲向天空，将漫天乌云都给冲散了，天地恢复清明。同一时间，转职法阵光芒熄灭，而林寒的身影重新出现在了高台上。唯一隐藏职业，生命祭祀。林寒头顶的光幕上出现了一行字体。看着自己觉醒出来的职业，林寒傻眼了。他想做战士，怎么转职成了祭祀？而且还是唯一隐藏职业。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中，这个职业有且只有他一人，唯一隐藏职业。这个林寒的运气也太好了吧！咱们2中这次在整个星龙帝国都相当长脸了。职业信息出现后，2中的一些老师们纷纷感叹道，毕竟星龙帝国的教育部每一年都会对学校进行对应评级，而2中出现了一个隐藏职业，说不定能评上重点，让所有人都跟着沾沾光。唉，怎么成了一个祭祀？这个孩子啊，真是可惜了。可是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高台旁边年级主任王健却是叹了口气，而后脸上浮现出了无比的失望。瞬间，
原本议论纷纷的人群迅速安静了下来，有些不明白为什么。林寒一向那么强，很明显是一个强力职业，为什么会说可惜了呢？祭祀属于法系中的一种异类，与大多数法系职业掌控实系元素不同，他们通过吟唱战歌方式来辅助友方。不同的战歌拥有着不同的增益，的确是一种异常强大的辅助职业。可是，祭祀职业的每一次转职，除了等级达到对应标准外，还需要汲取独特的元素之源，才算彻底完成转职觉醒。而元素之源代表的是一个世界的本源之力，最容易获取元素之源的方式，便是进入一种天灾内部，寻找元素核心。要知道，即便是6世纪的王阶强者都不敢深入天灾深处，这个条件怎么可能达成？因此，历史上的每一个祭祀职业都没有超过10级的，属于最废职业之一。面对众人疑惑的目光，王健补充道：“天灾啊，那可是堪比禁咒级术法的强大自然力量。”其实他还说少了，即便是70级的至尊阶职业强者，在面对天灾时都不一定能全身而退。因此，当看到林寒的职业信息时，王健才会如此的失望。哪怕这个林寒转职成为一个普通法师，都比现在的情况要好很多。林寒啊，不要灰心，你好歹也是一个隐藏职业，即便是10级，也堪比一些生活类职业的20级了。最起码，你以后的正常生活还是没有忧愁的。或许你有机会追寻到一种元素之源，成为一个强者呢。叹了口气，班主任杨雪薇安慰着林寒。不过，杨雪薇越说声音越低。其实，她也明白，这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即便想进入最低级的天灾，至少得有个至尊阶强者带队才能进入外围，否则面临的只能是死亡。可以说，在得知林寒的潜力后，说不定带他练级，别人都不愿意，已经注定此生碌碌无为了。毕竟，只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与资源，都完全可以培养出几个圣阶法师了，根本没必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培养一个祭祀职业。谢谢老师的开导。虽然有所准备，林寒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此刻他已经明白自己的未来是没什么希望了。不过两世为人，他心境倒是比一般的学生要坚强许多，没有当场崩溃。要知道，一些生活类职业者一辈子也达不到20级呢。今日虽然自己没有化身成龙一飞冲天，可也不算是虫，以后还是能担任一些基础工作的。接着，林寒走下了高台，回到了已经完成觉醒的班级队伍中。此刻，一些同学在看向林寒时，眼神中带着的是一种可惜的神情，当然更多的是一些幸灾乐祸。毕竟，相比于见证天才的崛起，人们更喜欢看一个天才的陨落。回到队伍站好后，林寒将目光下意识的放在了转职完成后出现的职业面板上。职业面板分为属性跟技能2种，姓名林寒，职业生命祭祀，下一阶段10级，转职条件汲取一种元素之源，等级一转1级，体力100，敏捷30，魔力50，耐力110，力量120。看完属性面板，林寒沉默无言。5个属性中有3个过百，说实话，他的基础属性比正常人要强太多了。若觉醒为战士，这个起步属性简直豪华到爆炸。可惜他是个法系，无法与人近身肉搏。林寒又将目光看向技能面板，魔法禁制专属天赋，可压制50米范围内魔法元素，化作自身魔法之力。治疗之歌，吟唱生命女神赞歌，释放治疗光环，为友方注入全新的生命力，可治愈一定伤势。招魂之歌，吟诵死亡之神赞歌，释放死亡光环，削弱敌人实力，可随机召唤一种地底亡灵生物。魅惑之歌，吟诵堕落女神赞歌，释放催眠光环，随机施加失明、催眠、疯狂、幻象等负面影响。祝福之歌，吟诵混乱之神赞歌，释放祝福光环，给友方增加一个 buff， 效果随机。一个专属天赋，4个初始技能传承。生命祭祀不愧是隐藏职业，光是初始技能就给了4个。要知道，一般职业在一转的时候也只有2个技能罢了。不过怎么全是奶昔技能啊？林寒深吐了口气，本以为还有点救，可现在看来，在没有队友配合的情况下，自己连练级都是个难度。林寒，你千万不要灰心啊！过几天各大学院就要来2中招生了，你平日成绩不错，好好努力一下，说不定就有学院录取呢。一旦毕业，还是能通过辅助他人猎杀怪物，养活自己的。这时，或许是怕林寒意志消沉，王强来到旁边，为他打气道：林寒无奈一笑，回应了一声。王强说的不错，这个世界的怪物被击败时，是会掉落一些材料、装备或者技能书的。辅助怪物猎人，
也确实是一种不错的工作。可惜啊，这辈子我都无法二转了。毕竟10级就要寻找一种元素之源，这真是想要我的命啊！在内心，林寒默默地叹了口气。确实如年级主任王健所说，元素之源最浓郁的地方，就是天灾发生时的内部核心区域。可仅有10级的情况下，自己可能连1秒都坚持不到，就会被天灾之力摧毁，根本不可能升为2转。这转职之路，简直属于地狱级难度了。特么的，人家穿越开局就带金手指，为什么老子10年了，连根金手指的毛都没见过？好不容易觉醒一个职业，还是个没人要的奶蟹啊！别人穿越都是开局神级宠物，顶级世家背景，美人女投怀送抱，无敌神装自动认主，怎么到了他这，家境贫寒不说，这辈子还注定无法超越1转。林寒是真心不服，一种深深的不甘出现在了他的心中。他恨自己为什么会觉醒这样一个鸡肋的奶系隐藏职业，甚至还不如成为一个普通的生活类职业呢。叮，检测到宿主遇到迷茫，系统导师正式上线，万倍增幅系统已激活。系统，林寒虎躯一震，身为一个老书迷，对系统这种无上限的 bug 金手指，他可真的太了解了。沉下心来，林寒仔细研究了一番。万倍增幅系统，宿主可选定与自身相关的任意事物，进行一次性万倍增幅，不做任何限制，无任何条件，统统万倍！万倍！林寒面露喜色，原本失落的心情一扫而空。光看介绍就知道自家这个系统有点牛掰啊！要知道，前世他博览群书，可谓各种系统都见过。不过一般来说，想要获得系统的奖励，那些宿主要么化身任务狂魔，要么变成满足系统私欲的傀儡。总之，最终都不过是系统安排的工具人罢了。可自家这个系统无条件，不做任何限制，这就有点逆天了。系统能万倍增幅一下我的职业面板吗？林寒小心翼翼地问道。叮，当然，职业面板属于宿主所有，没有理由不增强。是否立即选择万倍增幅？听到系统回答是，林寒不由自主地吞咽了下口水。叮，职业面板万倍增幅成功，请宿主尽快查看。不到1秒，系统美妙声音响起。林寒将目光投入到了属性面板上，姓名林寒，职业生命祭祀，等级1转1级，转职需求元素之源未达成，无法增幅。体力100万，敏捷30万，魔力50万，耐力110万，力量120万。林寒又快速打开了技能面板，魔法禁制，专属天赋，可压制500公里范围内魔法元素，化作自身魔法之力。守护天使，禁咒级，吟唱生命女神赞歌，可自动复活一部分的阵亡生物、机械、元素和亡灵生物不能被复活。亡灵复苏，禁咒级，吟诵死亡之神赞歌，必定召唤魔鬼类生物，且战斗获胜后按30比例将所杀死的敌人生物转化为亡灵加入己方，不包括对方无生命部队，如机械、元素和亡灵生物。堕落介入，禁咒级，吟诵堕落女神赞歌，必定施加2种负面状态，可不征得敌人同意的情况下接受对方投降，比例15。混乱领域，禁咒级，吟诵混乱之神赞歌，可召唤一个领域，己方可增加2种 buff， 且可随机爆裂冰剑、连环闪电、陨星碎裂、末日审判等禁咒级法术一个。这揉了揉眼睛，林寒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可看了几遍，职业面板真实打实发生了改变。好家伙，我一个1转法师掌握了4种禁咒级术法，而且基础属性还万倍提升。有了这些，我完全有机会深入一种天灾内部了，转职不再是梦啊！握了握拳，林寒已经感觉到了无限光明的未来。一旦能完成后续转职，以后谁他妈还敢说自己这职业废啊？哈哈哈！王强，你在搞笑吧？林寒觉醒了一个最废职业，还想进入大学学院，进去给人打杂吗？突然，一阵讥笑声传来。林寒抬头看去，发现有一行人正注视自己，他们身上都是奢侈品名牌，看上去相当华贵。这是班级里的一个小团体，由几个家境不错的学生组成，而为首的正是刚刚转职成盗贼职业的高冲。一直以来，林寒在成绩方面总是稳压高冲一头，所以高冲十分嫉妒他的卓越天赋。林寒，我早就说过了，成绩好可不代表一切，像你这种出生在贫民窟的人，注定就是个废物，绝不会因个人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高冲眼神戏谑，原本他见林寒意象惊人，还想在招生大考上跟林寒好好比一下的，可现在看来，将这个可怜虫当做自己的对手完全没有必要。高冲，你可闭嘴吧，不就是觉醒出了个主战职业吗？有什么可牛逼的？不服就跟我单挑啊！见自家兄弟被开团，
王强立即站在林寒面前，对着高冲呵斥道：“觉醒为卡牌大师后，对面几个除了高冲能对他造成一点威胁外，其他几个都不是事。没事，不用理会这个废物。”这时，林寒拦住了王强，他看了一眼高冲后，轻轻摇了摇头，给周围人的感觉，林寒仿佛在看一只狂吠的狗。现在，林寒的心情属实不错，根本不想搭理这个跳梁小丑。林寒，你装什么装啊？还以为自己是2中第一天才呢？你这种废物职业，老子单手就能虐你好吗？一瞬间，高冲脸色便狰狞了起来。高中3年，他最讨厌的就是林寒这种目中无人的样子。呵呵，单手虐我？高冲，你就这么确定我现在没法收拾你吗？林寒瞥了一眼高冲狰狞的嘴脸，攥了攥拳道，他身上肌肉鼓动了起来，粗壮虬结，极为骇人。自己的力量数值可是高达120万，真要动起手来，恐怕一拳就能将高冲给轰成血渣。如果不是周围守着一批2中老师，他并不介意让高冲死亡在职业之路的初始阶段。哼，我不跟你这种废物职业的人一般见识，咱们就看几天后哪个冤种学校会录取你吧。高冲冷哼了一声，在职业者觉醒之后，未开始练级之前，个人实力依旧是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10级之前，他跟林寒之间的差距还未拉开，很可能吃亏。不过，他家里早已给联系好了练级的副本，也足够的钱去买技能书。只能说，希望几天之后自己升到10级甚至2转之时，林寒依旧还能说出这种狠话吧。林寒，过几天的招生大考上，我会跟监考老师指明要跟你对战，到时候我很希望看到你跪在地上跟我求饶的情景。咱们走。说完，高冲便眼神阴郁的离开，带着几个死党练级去了。林寒，你别把高冲的废话放心里去，不是还有兄弟我吗？有我一口吃的，就绝对不会饿着你。高冲一行人离开后，王强挺了挺胸膛，对林寒保证道：“吟吟狂吠罢了，我还不至于放在心里。”林寒笑着回应道。此时，伴随着最后一位同学走出法阵，6班觉醒仪式宣告结束。整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杨雪微笑着来到了6班同学们面前。同学们，觉醒仪式结束了，恭喜大家完成毕业，踏上了职业道路。觉醒生活类的同学已经可以融入社会了。至于主战跟辅助职业，我已经强调过很多遍了，可以去新手区自主练级。7日之后，统一前往市中心广场，在那里将进行高校招生大考，供各个职业大学或者市立录取。请大家一定记住，职业的强弱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一生精彩是自己创造的。话音落下，6班学生们表情不一，无论在哪个世界，人的悲喜之情总是不相通的。主战跟辅助类职业者们欢呼雀跃，生活类职业者们则眼神黯淡，纷纷出学校大门回家了。林寒父母的职业并不是很好，父亲是烹饪师，母亲是铁匠，即便是觉醒之日，也是没有时间来参观。因此，林寒跟王强在学校门口就分开了。林寒家在辉岳市东区，是辉岳市最老、生活类职业者最多的一个城区。这片地区拥塞不堪，基础设施陈旧，管理混乱，俗称贫民区。江河小区4幢504，一个狭小的2室1厅。林寒本以为家里会空无一人，可没想刚打开门就闻到了一股饭香。林寒回来了，今天你的觉醒日，老板让我们早下班了1小时，来给你庆祝觉醒职业。厨房门打开，一个穿着简朴、面容温婉、30多岁的女人端着一碗饭走了出来。她身高163公分，头发乌黑亮丽，肤色黝黑健康，不过双手布满老茧，显然常年做着劳苦工作。正是林寒的铁匠妈妈沈梅。好香啊，老爸今天大展厨艺了呀。林寒进门换上鞋，立即从餐桌上拿起一块肉放到嘴里吃着，然后将书包扔在沙发上，便往厨房凑去了。哎，你这孩子，洗洗手再吃啊，都高中毕业了，还这么毛手毛脚的。沈梅嗔了一句。知道了，老妈。进了厨房，林寒便见到老爸林中天正在炒菜，他手中锅铲不断翻飞，脸庞清瘦，鼻梁上架了副褐色眼镜，额角上有几条明显的皱纹，头发中夹杂着一些白发。林寒，你们班主任已经通知我们，你的觉醒结果了。虽然不是你梦想的战士，但生命祭祀好歹也是个法系的辅助职业，不要灰心啊。林中天边炒菜边转头看向林寒。哎，放心了，老爸，我心理承受能力可不一般。再说了，我这生命祭祀不是还能升到10级吗？一个低阶怪物身上的材料，足够你跟老妈半个月工资了，我不会气馁的。林寒并未打算将自己的实情告诉父母，毕竟在这个世界，自己能增幅万倍的情况简直太离谱了。若被人引起注意，知道相关情况的父母可能有很大的危险。洗手吃饭吧。最后一道菜倒入碗中，林中天招呼林寒吃饭。今天饭菜很丰富，因为林寒毕业，各种肉菜摆满了一桌，林寒吃了个爽。晚饭后，林寒正准备回自己房间，再熟练一下增强的各种属性。林寒，等一等，我跟你妈有个礼物要给你。这时，林中天叫住了林寒。
林涵有些疑惑，自己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父母的工资大多数都用来日常花销了，怎么还给自己准备礼物了？只见林中天走向家里的次卧，不久之后，他便捧着一个布满灰尘、颇显陈旧的长盒子走了出来。老爸，这是……林涵还是第一次知道自己家里有这么一个事物，这是你们林家祖上流传下来的。拿出一块抹布，沈眉将长盒上面的灰尘擦拭干净，说道：“祖传的？”林涵大吃一惊。林中天打开了长盒，只见2样东西整整齐齐地摆在其中，是一根褐蓝法杖跟一件白色法师长袍。法师装备。林涵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完全没想到自己家里还有这种好东西，是黄金法师装备。小子，别看咱们家现在穷苦，可是往上数个10代8代的，没败落之前，那也是辉月市的黄金家族呢。这东西已经100多年了，可咱家祖上一直没有适合的职业者，也就闲置了。如今你成为一个法系，倒是正好适合。林中天将长盒递给了林涵，闻言林涵将长袍跟法杖拿在了手中，激动不已。要知道，这个世界职业者的修行体系分为青铜、白银、黄金、铂金、钻石、王者、至尊、圣阶、神阶9个境界，每10级为1传。而黄金级的法师套装已经属于中阶装备，有一定加成作用，在市场上那是价值上百万星龙币啊！这可真一个意外之喜。谢谢老爸老妈。林涵躬身行礼，父母能将这么贵重的祖传装备交给自己，他心里的感动简直无法言表了。你这孩子谢什么？明天带着他们练级去吧，虽然还不是套装，但也足够加快提升你的等级了。沈眉温柔地揉了揉林涵的脑袋道：“点了点头。”林涵迫不及待地进了自己的房间。一进房间，林涵便把法师长袍穿好，并将法杖拿在手中。觉醒之后，林涵已经能够御使一点魔力了。这就是职业化的好处，不需要繁杂的修炼，只需要升级就能获得一些对应职业的能力。随着魔力注入2件装备，他们的信息出现在林涵脑海中。名称：魔法庇佑，位置：长袍，等阶：黄金级。描述：穿戴后可获得一定量的魔法护盾，护盾可以代替生命值抵挡伤害，护盾值上限为自身生命值5。名称：魔法庇佑，位置：法杖，等阶：黄金级。描述：附带土电双元素效果，可额外造成8土伤，10概率额外产生1次电属性伤害，攻防兼备啊！看完装备属性后，林涵深吸了口气。在装备描述里，各种加成最高的只有10，可那是对于别人，对于自己吗？系统，给我这2件装备增幅一下。林涵眼中看露出一阵笑意。叮，2件装备1倍增幅成功，请宿主尽快查看。林涵再度注入魔力。名称：法神之礼，位置：长袍，等阶：传说级。描述：穿戴后可获得一定量的魔法护盾，护盾可以代替生命值抵挡伤害，护盾值上限为自身生命值100。名称：法神之礼，位置：法杖，等阶：传说级。描述：附带土电双元素效果，100概率额外产生1次土或电技能伤害。注：装备上限所致，增幅最高100。传说装备，还有统100%，哈哈，我发了呀！这一刻，林涵笑得很开心。一般来讲，传说级别的装备只有70级至尊级强者才能够拥有，极为稀有。而且自己现在血量已经有120万之巨，而长袍的护盾值是等同于生命值的，也就是说，以后短时间内钻石阶以下的存在根本破不了自身的防御。虽然自己是一个法师，但是完全可以拿着法杖去肉搏了。这不就是近战法师甘道夫的行事风格吗？哈哈，手拿法杖披白袍，自古法师多近战。从今以后，请称呼我为近战奶爸。摇晃了一下法杖，林涵嘴角笑容愈发肆意。近战奶爸的名头跟自己的体型以及性格属实是很搭啊，真的很期待明天的自己升级速度该有多快。将长袍与法杖收好，林涵查询了一些与天灾有关的资料后，便躺在了床上缓缓睡去。翌日，林中天跟沈眉早已经上班去了，林涵自己热了一下饭菜。吃完后，林涵穿好法师白袍，拿起法杖便准备出发了。手机铃声响起，林涵，要不要一起组队练级？接通电话是王强打来的。不行。面对王强的邀约，林涵一口就拒绝了。为啥？电话那头，王强先是一愣，继而他大声道：我靠，你是不是看不起兄弟？我家里给我找好副本了，你放心，里面的怪都是 LV1、LV5，弱的一逼。面对王强的质问，林涵笑着摇了摇头道：我不是看不起你，是组队升级太慢了，而且你觉醒的可是主战职业，有很大机会进入一流高校，单刷效率高，升级快的道理你又不是不懂。电话另一头，王强一阵沉默，他知道林涵说的是正理，组队刷怪的经验要平分，而且副本刷怪时间是固定的，
因此确实不如单刷快。放心吧，我这个祭祀职业虽然无法超越1转，但是10级以前单刷个副本绝对没问题。等你2转之后，要是带我刷中级怪，我完全没意见。林寒想了想补充道，11级、20级的是白银阶怪物，已经属于中级怪物了，击杀所获得的经验值将大大增加。行吧，那我们约定好了哈，2转之后我带你。最终见林寒一再坚持，王强只能挂断了电话，将手机放入口袋后，林寒笑了笑。其实他很想跟王强一起组队的，毕竟凭借自己现在的属性面板，单刷一些新手副本简直轻而易举。但是他到10级后是需突破1转的，必定要寻找一种元素支援吸收，因此他最好的刷怪地点是属于禁地附近的开荒区域，那里有很大概率出现天灾，只是太危险了。林寒并不想将王强也给带过去，他自保是绝对没问题的，可只有1级的王强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这是林寒绝对不想遇见的。林寒出家门之后直奔传送广场去了。辉月市有规定，在高中生毕业后每人都有1次免费使用传送的机会，而林寒选定的传送地点是一个名为海泽国度的开荒区域。数百年前整个蓝星扩张，除了虚空裂缝、大地深渊等禁地出现外，海洋的面积也扩张了几百倍，有很多的怪物自海洋中诞生。星龙帝国的一些圣阶强者经过上百年的厮杀，才在帝国沿海建立起了一条海洋防线，以压制一些海洋怪物对帝国内部的冲击。辉月市就是沿海的一座人族据点。几百年过去后，职业化道路已大放异彩，而人族也开始对海洋进行反向开荒，开发出了很多区域，专供强者进入，清除怪物，通关秘境、副本等。海泽国度便是距离辉月市最近的一处海域，这里的海洋沿岸布满怪物，而且海洋上面聚集着大量的风暴，经常发生超乎想象的天灾。伴随着一阵光芒闪过，林寒出现在了一处森林茂盛的岛屿上。刷怪需谨慎，亲人2行泪，白银冰毒蛙副本2转以下勿入。传送阵的左侧有一块标识牌。见状，林寒笑了笑，随后往森林里面走去。现在的他可不需要在意这些提示。根据昨晚他查询到的资料，这处岛屿的中央部位近1年内会有一次火山爆发，继而引起一次火山喷发与海啸并行的顶级天灾。是的，林寒这次打定主意要取得2种元素支援，而且他还不打算被动等火山爆发，他要主动引爆。顺着前人开辟出来的小路，林寒朝着中央位置进发。很快他就看到了一种形似青蛙的怪物。之所以说形似，是因为他眼前的这种怪物体长超越1米，生有双翼，浑身上下都被棱角分明的冰铠所覆盖着，且背面长满了大大小小的毒刺。LV10冰毒蛙，哇哇哇！见到林寒的下一秒，冰毒蛙双翅展开，发出一阵婴孩啼哭声，诡异无比。叫什么叫？林寒眉心一锁，除了冰毒2系攻击外，冰毒蛙化具有声波攻击，能影响敌人的精神力。魔力注入长袍，林寒周身出现了一个褐色的护盾。林寒嘴角上扬，笑盈盈地朝着冰毒蛙走了过去。哇！见到林寒靠近自己，冰毒蛙张嘴，点点冰蓝色元素在嘴中汇聚，而后一道冰蓝色的长剑射出。与此同时，冰毒蛙的背部也喷出了许多黑色的毒液。呲呲，毒液洒落在林寒所在位置，地面被腐蚀，草木瞬间枯黄无比。不过当毒液以及冰剑落在林寒护盾上时，护盾仅仅是发了一下亮光，同时林寒脑中显示护盾值800，怪不得10级以下误入，仅这一次攻击，便是青铜9级的新手也得手忙脚乱。林寒继续往前走，来到了冰毒蛙面前。此刻哇哇哇，冰毒蛙有些疑惑，这个人类怎么一副没有受伤的样子？不等他反应过来，他便见到一根褐蓝色的法杖对着自己砸了下来。当然这是冰毒蛙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面。击杀冰毒蛙，获得经验值100。属性面板上方一道信息迅速闪过，而在这只冰蓝蛙死后，哇哇哇！瞬间，林寒周围的树林里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婴孩哭声。很快，8只冰蓝蛙出现在林寒视野中。见状，林寒嘴角露出一阵微笑，随后他举起法杖，闭上眼睛，周围一股股魔力开始涌动，朝着他所在的位置逐渐汇聚而来。魔法禁制，生命祭祀专属天赋，可压制500公里范围内魔法元素，化作自身魔法之力。这一刻，林寒属性面板上的魔力数值不断跳动，50万、100万、500万，纷扰的游尘，迷惑的旅人，诸神的怒吼，众星的呼唤，邪恶的意念，秩序的重生。伟大的混沌之神啊，我是您最虔诚的信徒。禁咒，混乱领域，林寒吟诵混乱之神赞歌。很快，在感应到魔力值达到禁咒及术法释放的界限后，林寒将手中的法杖缓缓挥下，
只见天空瞬间黑暗了下来，一道领域自林寒身边扩散开来。轰隆！突然，整个岛屿的上方出现一阵轰鸣声，只见一颗无比巨大的陨星正急速降落。这么恐怖的吗？林寒呆呆的望着空中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向下掉落的陨石，一脸的难以置信。虽说经过万倍增幅之后，禁咒的效果定然能够达到一种极为恐怖的层次，但如今亲眼见到，他完全感觉就是另一番的光景。此时，整个天空之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但凡亲眼所见这一幕，都会使人觉得世界末日已然来临。陨星摩擦大气引动的火光围绕着陨石，仿若红色凶光，冲向林寒所在的试炼方向落去。一种极为恐怖的威压渐渐地逼入这处试炼之地。辉月市侦测部门，头，不好了，辉月市整个魔法波动警戒值已经标满了。这话一出，整个侦测部门都陷入到了鸦雀无声的情况。一时间，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原本正悠闲地喝着咖啡的孙虎听见这话，整个人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将手中的马克杯扔到一旁，来到侦测设备之前。他管理辉月市侦测部门已经10多年的时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这特么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观察着屏幕上的数值变化，孙虎一脸的郑重。此刻，整个侦测部门都因为数值达到顶峰，所变成红色警戒状态。一旁，一位刚刚进入部门的年轻人不断干咽，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他颤颤巍巍地说道：“头，会不会是敌袭啊？这种波动实在是太可怕了。”孙虎一拳就抡了过去，他骂道：“能不能有点出息？辉月市在整个海岸沿线都属于位于中间部分，我们四周都有数不尽的大城镇守，若是敌袭能打到这里，那你也没命能跑了。赶紧给我接通上级的电话，现在情况危险了。”很快，喂，我是刘长龙，辉月市发生了什么事情？电话便被拿了过来。刘长官，我是辉月市检测部门部长孙虎。如今辉月市检测部门发现一股极强的魔力波动出现，数值堪比禁咒，所以我想问一下长官，如今是否有能够操作禁咒的人类强者，在我辉月市附近流动？孙虎一把夺过电话，焦急地说道。禁咒？听到孙虎的话，电话那边明显一愣，对于这个答案有些震惊。是的，辉月市的魔法波动达到了历史顶峰，这种等级的魔力波动一定是禁咒才能够施展出来的。在辉月市里，如今一定有一位能够施展禁咒的法师。孙虎再三确定地说道。孙部长，你要对你所说的话负责，禁咒最少也是70级至尊境法师才能够释放出来的，而至尊境法师整个蓝星都屈指可数。面对上峰的压力，我对我说的话进行负责。而且据我观察，这魔力数值的波动极强，有可能已经超过了70级至尊境的实力，有很大的可能是80级圣阶。孙虎咬咬牙说道。孙部长，我收到你的消息了，我宣布整个辉月市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快速定位魔力出现方向，等待下一步动作。最终，电话那头沉思片刻后回应道：收到。孙虎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他必须要赶紧赶到现场，看看究竟发了什么事情。若是自己一方的法师，那还能接受，只要人家没有恶行，那就问题不大。但若是敌人的话，那他身为这一片的部长，也总要给人民做点事的。轰！陨石慢慢的嵌入到地面之上，不尽光芒瞬间充斥整个试炼场地之中。林寒下意识的便挡住双眼，火光瞬间席卷整个试炼场地之中，无数的生灵在这一刻化为灰烬，而随着爆炸声愈发余烈，整个小岛在这一刻瞬间坍塌，4分5裂。无数的秘境因为陨石的坠落开始崩塌，哪怕是小岛上最顶尖的铂金级的秘境也难逃毁灭。而这对于林寒而言，不过是抬手之间的事情。慢慢将手拿开，映入林寒眼帘的便是无数的经验值涌向他的身体。仅仅是瞬间的功夫，他的等级便来到了10级的分水岭。而达到了10级之后，经验也不再增加，似乎停留在这了一般。果然到了10级之后，经验值便不再增加了，应该是需要2转才能够再次的突破等级的屏障。林寒也印证了课本上所学的知识，曾经作为学霸的他，这些知识对于他来说轻松的不能再轻松，如今也不过是逐渐的对其印证而已。此时林寒也懒得再去管能不能升级，在他的眼前有数不尽的装备和技能书散落在这里。这处世界还有一项共有的能力，那就是斩杀的怪物会将所掉落的装备技能书会聚集到击杀者的面前，这倒是给林寒省下了不少的麻烦。不然这一次小岛毁灭之下，光是想要捡装备都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林寒没有挑选，将这数不尽的装备尽数收下，而其中也是混杂着一本技能书，这倒是让他不禁有些欣喜。原本觉得能够爆装备就是很不错的事情，其中竟然还掉落了本技能书。要知道这技能书可真的算得上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在市场上绝对称得上有市无价，哪怕是最弱的技能书也能换取几百万的酬劳。林寒看向技能书的属性面板，一条条消息涌现出来，名称：无声吟唱，类型：技能书，等阶：中级。描述：使用者学会之后，释放任何技能可在心中吟唱，无需发出声音，不需要出声。林寒还算是满意，这类辅助类的技能书本身就是非常好用的东西，在市场中的价格也相当的高。对于战士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但是对于法师、刺客却有着很关键的作用，尤其是一些刺客的技能需要吟唱，但学会了这个，完全可以避开最孱弱的点，暗杀的几率都能够大幅度的增加。系统，帮我增幅。叮，技能书万倍增幅已完成，请宿主快速查看。林寒再一次的看向了这技能书的属性，名称：诸神恩典，无需吟唱，类型：技能书，等阶：禁咒。描述：使用者使用任何需要吟唱技能，都可取消一切的前摇动作，可直接释放诸神灵赐予的恩典，无需对任何人虔诚。这好狂！万倍增幅后，这本技能书的效果让林寒整个人眼前一惊，光是看描述就已经证明这技能书的独到之处了。取消动作前摇这种事情虽然在表面上看着没什么用，但在战斗之中却能够展现出极大的作用。例如他之前使用混沌领域，需要吟唱出对混沌之神的赞歌，但下一次使用，林寒只需要在这里站着，什么都不用做，或许就有一个陨石就会从空而至，甚至对方都来不及发觉他什么时候用的这招。单单从这一点上就能够看得出来这技能书的强大作用。虽然只是辅助类的技能，但万倍增幅后，不管怎么说，这也是禁咒级别的技能书了。突然整个小岛剧烈的晃动起来，林寒连忙站稳步伐，还未等他反应过来，整座小岛晃动得更加剧烈，远处的火山已然开始有岩浆迸发而出。果然，刚刚陨石的降落将整个小岛的地脉给炸开了。作为学霸的林寒第一时间就判断出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就在远处的海面之上，陨石落下的冲击一阵阵席卷在海面之上，无数的浪花被卷起，冲到万米的高空，一阵阵的飓风在海面之上凝聚，刹那间整个小岛以及周边彻底沦为灾难。林寒双目一凝，成功了！火山的爆发引动了飓风降临，这就是他为何来海泽国度这个禁区的原因。就在这同一时间，火山瞬间喷发起来，而随之搭配的还有一场超级大海啸瞬间席卷。就在此时，混乱领域的 buff 已经彻底展开了， buff 加成，免疫伤害 30%， 移速增加 50%。 看到这里，林寒也不再犹豫下去。虽然海啸这种事情的确会给辉月氏带来了一些麻烦，但如今他必须要获得元素之源，完全顾及不到那么多了。一边躲着天灾的攻击，林寒一边将装备全都收入囊中，随后他一股脑地冲进了火山的内部。虽然有着危险，但此时凭借着他的血条和护盾，加上这次增加的 buff， 他倒是根本不惧。也只有这里能够让他获得他所需要的元素之源。林寒进入火山之中，发现这里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怪物。林寒慢慢地来到深处，炙热感也逐渐加深，但对于顿质爆表的林寒来说，这种感觉也就和去洗浴泡个桑拿差不太多。突然前方有一道耀眼的光芒吸引了林寒的注意力，火元素之源。林寒一眼便认出了这个东西，他在课本上有学过，所以根据几个特点就很好相认。林寒慢慢地靠近过去，没有丝毫犹豫地将火元素之源收入囊中。就算之前有所预想，林寒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这么轻松的就收获二转所需要的材料。接下来只要完成二转任务，他就能够化身二转继续升级了。林寒没有停留，而是第一时间就离开了这火山之中。他的目的可不仅仅是这些，在海面之上，那里可还有风元素之源在等着他呢。所谓的元素之源，便是一种天灾之源。如今火山喷发和海啸便属于两大天灾，也正中了林寒的心窝。林寒二转所需要一道天灾之源，而三转则需要两道天灾之源。本身天灾之源就是一种极其稀有的东西，所以哪怕是林寒如今的身家，想要随时获得天灾之源也不是简单的事情，他必须能拿进拿。出了火山口，林寒没有丝毫的犹豫，全身速度拉到最大，便一股脑地冲向了海啸之中。面对这等超级大海啸，林寒没有丝毫的畏惧。想要获得天灾之源，这些是他必须要经历的东西。感受着海啸的流动，林寒第一时间寻找海啸起源的风口在哪里。课本之中说过，天灾之源出现的位置便是一处天灾的最深处，也正是最危险的地方。不过有着身上 buff 的增加，林寒在海啸之中也算得上是游刃有余。更何况他现在血条加上护盾也是能达到240万，这也是他一口气拿到2种天灾之源的底气所在。没用多少时间，
林寒便锁定了风元素支援的位置。与此同时，部长，不好了，临靠海泽国度的边界那边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海啸，用不了多久就会来到辉月市了。整个辉月市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这些人究竟在搞什么飞机？究竟是谁在辉月市的附近战斗？孙虎猛力地敲打桌子，眉头紧皱地说道：部长，这人的实力恐怖，已经达到了圣阶，我们绝对惹不起的。侦测员有些颤颤巍巍地说着，这种级别的大佬对于他们来说也只是存活在神话之中，他们也没见过这样的强者。废话，老子还不知道吗？孙虎有些郁闷，要打架去哪打不好，非要在辉月市的周围打。这种级别的天灾对辉月市来说也是不小的一次打击，光是日后的修缮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最让他生气的便是那种级别的大佬，就算知道是谁也不可能去管人家要钱，这种哑巴亏只能他们辉月市自己咽下去。头，刘长官的电话。这时一个侦测员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将手中的电话恭恭敬敬地递到孙虎的手上。刘长官，我是孙虎。孙虎一把拿过电话说道：孙部长，现在辉月市究竟是什么情况？你们侦测局是做什么吃的？为什么这种级别的海啸天灾你们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电话那边传来刘长龙雄厚的声音：你真当我们侦测部是无所不能的了？一年年的经费就那么多，要求倒是不少，有本事你自己下来当这部长，老子还不想当呢。孙虎翻了个白眼，心道：当然，表面上孙虎还是恭恭敬敬地说道：刘长官，这次的天灾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人为的。刘长龙有些不解：人为的？孙虎解释道：根据我们的观测，这次海啸的发生地点应该是靠在海泽国度的那边，这和之前感受到的强大魔力释放地点相差不多，所以我怀疑这天灾很有可能是那位神秘强者的战斗所产生的。而目前最为合理的解释，便是靠近海泽国度那边的海域之上，有一位人类强者正在面对一个级别很强的怪物。刘长龙闷了许久，才缓缓说道：你们接下来要怎么办？孙虎果断地说道：如今我们侦测部门已经联系辉月市的一度强者，前往前线之上，共同抵抗这次海啸。至于那位人类强者，我们也是无力前往帮助，辉月市已经经不起这么折腾了。好，你的这个建议生效了。虽然这位人类强者的动向我们已经有所预判，但一切的安危都以保护辉月市为最高命令。这次的大海啸来势汹汹，孙部长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辉月市的安危。刘长龙下达了最后的命令。长官放心，成在人在，成亡人亡。孙虎郑重地说道。说着，电话那边便传来挂断的提示音。将电话甩到一旁，孙虎斩钉截铁地说道：刚刚刘长官说什么？你们也都听到了。这位人类强者正在前方对抗怪物，而后勤保障就交给我们来做了。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所有20级以上的人跟我走。此时，辉月市城外，无数的人类强者齐聚岸边。你们听说了吗？据说这次海啸是一位人类强者和一个怪物所造成的。据说那怪物的实力达到了至尊的级别。人群之中，一位24级的战士说道：至尊？那么恐怖的吗？怪不得能够引发这样级别的海啸。那人类强者岂不是已经达到了圣阶？这时，一位法师有些鄙夷地说道：不然呢？想要引发这种天灾，最少也是禁咒的法术，而动用了禁咒的法术还能够继续战斗下去，可见那位强者已经达到了圣阶。要不说你们战士天生就是没脑子的，这么简单的东西都想不过来。虽说战士是公认攻伐最强的职业，但也会遭受到来自其他职业的讽刺，而最多的便是说战士只会打架，没有脑子。更有甚者，说全天下的战士共用一个大脑。那战士听见这话，顿时扛起大刀就要冲过去，将那魔法师一切两半。行了，都消停点吧，都这个时间点了，你们居然还有心情在这说笑。这时一道声音响起，是侦测部的部长孙虎。孙虎的职业便是法师，一位实打实的43级法师，就算在这辉月市之中也是实打实的顶尖高手。而众人见到孙虎的到来后，也都毕恭毕敬的安稳起来。俗话说民不和官斗，更何况孙虎在辉月市的风评还算不错。现在辉月市经历了这么大事，不少官员都已经缩在自己家中，不想过来搅和这事，而孙虎能站出来跟他们共进退，这就已经证明了他的魄力。孙虎操作魔力一跃来到生命之墙之上，此墙便是抵抗海中兽潮所修建而成，多年以来年年修缮，多年来生命之墙大大小小抵御了无数的海上兽潮，从未崩塌。但今日的超级大海啸却让孙虎心中有些忌惮，这种规模的海啸实在是太大了。眼看着海啸越来越逼近，
孙虎连忙跳下生命之墙，和众人站在一起。他大喊道：如果生命之墙要支撑不住，我们便一起发力启动结界。一旦我们失败了，我们身后的辉月氏将受到毁灭性的灾害。孙虎雄性的音调很具有感染力，在场的众人纷纷激动起来。毕竟这般事情也是实打实的和他们有关。毕竟一旦失败，他们将是这海啸之下第一批亡魂。轰！突然，海啸重重地砸到生命之墙上。那一瞬间，无数的裂纹在墙体之上蔓延开来，顺着裂纹之中无数的海水流出。孙虎见状不妙，连忙喊道：都给老子出力，这生命之墙要支撑不住了。那一瞬间，在场的众多强者纷纷出力，一道道力量结成屏障，附在生命之墙后方，支撑着墙体继续坚持下去，防止墙体彻底坍塌。孙虎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此时只要他们将力量收回，那么生命之墙将会在一瞬间坍塌开来。他不是没想过生命之墙会撑不住坍塌，只是没想到居然这么快。从海啸接触到生命之墙不过10秒左右的时间，曾经抵挡过无数次受潮的生命之墙，竟然在这海啸面前没撑过10秒就已经濒临破碎。前方战斗的那位强者究竟是什么妖孽啊？结界之中已经慢慢的开始有人力竭倒下，在这等天灾面前，没有人敢留有余力，哪怕是站在最前方的孙虎也已经汗珠密布。再撑，我们马上就要胜利了。孙虎说着，又加大注入魔力。慢慢的，海啸冲击结界的力量也在逐渐的削弱。又过了许久的时间，孙虎已经能够感觉到海啸冲击的力量已经消失。各位，一会我数到3，我们一起收回力量。孙虎喊着：1、2、3。喊到3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将自己的力量收回，结界也在这一瞬间消失，而生命之墙没有了支撑物，也在这一瞬间塌陷。守护了辉月氏上百年的城墙，终究没躲过这一次的海啸袭击，但众人眼中却没有惋惜之情，因为海啸并没有再次冲击进来。这一仗是他们赢了。见到这一幕，孙虎也算是松了口气。此时能够站得住的人已经没有多少，若是海啸的冲击力再大一些，辉月氏可能就真的失手了。而此时，林寒已经来到了传送阵处，他对外界所发生的事情浑然不知。他已经成功的拿到了海啸之中风元素之源，这一行的结果他也是比较满意，不仅收获了2个天灾中的元素之源，而且还收获了无数的装备，就算放在交易所，也是能够获得一笔不错的收益。现在林寒也有了目标，接下来他就可以去接2转的任务。林寒心中有种莫名的紧迫感，他身上的秘密实在是太大了，为了能够自保，如今必须要快速的提升实力。毕竟哪怕是他此时拥有5个禁咒级别的魔法，但若是真的碰见那些顶尖的强者，心里还是比较虚的。想到这里，林寒立即传送回了辉月市之中。等他来到街道上，行人都纷纷的议论一些事情。你们说那位强者是什么职业，竟然能够引发那种级别的海啸？咱们辉月市那么多强者出动，才勉强的抵挡之住，就连守护了咱们上百年的生命之墙都轰然倒塌。谁知道呢？那种级别的强者恐怕已经不能当成人了吧？我们在人家眼中不过就是一群蝼蚁而已，生命之墙给摧毁了。林寒有些心虚的听着街边的讨论。生命之墙已经属于辉月市的地标建筑，就连他们的课本之中都会有些讲解。他也没想到自己引发的海啸竟然直接这东西给毁了，自己是不是会暴露？不过很快林寒就不担心了，他从群众口中听出官方的判断是一位人类强者和至尊级怪物的战斗引发的，这再怎么去想肯定也追究不到他这个一转奶系职业身上。此时已经将近傍晚，林寒也是老老实实的回到家中。小寒，你回来了，你妈刚刚还想给治安署打电话呢。这次大海啸可太吓人了，也不知道是哪个人类强者出手导致的，不过你没事就好。林中天端着一盘菜正走向厨房的餐桌，见到林寒回来，脸上满是欣喜。闻言，林寒有些不好意思，这人类强者不就是他自己吗？他连忙说道：放心吧，老爸，这倒霉事情怎么可能轮到我身上？这时沈梅从卧室走了出来，没好气的说道：这些强者打起架来哪还管我们普通人的死活？这段时间出门还是注意一些吧。好好好，老妈你就放心吧。林寒换上拖鞋便一股脑扎入餐桌上，拿起筷子便塞了一口菜。他赶紧转移话题说道：老爸，你这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林中天一脸欣慰的说道：
那肯定的，也不看看你老爸是谁。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晚饭时间结束后，林寒便回到房间休息。等到第二天一早，他便出门去了转职大厅。如今他已经获得了元素之力，等级也来到了1转的极限10级，只需要到转职大厅接受转职任务，完成后就可以达到2转。等林寒来到专职大厅的时候，这里已经陆陆续续的堆满了人。最近一段时间是觉醒的高峰期，也是2转的高峰时段，所以人也算比较多。林寒赶忙找到一个闲置的窗口，便钻了进去。战士吗？前台小妹看着林寒高大魁梧的身材，下意识便以为他的职业是战士。生命祭祀，乃系职业。林寒回答道。祭祀？前台小妹微微一愣，顿时为林寒感觉到有些可惜。这样的身体素质，若是战士的话，一定是人中龙凤，前途不可限量。但可是一个乃系的职业，祭祀，太可惜了。可即便这样，前台小妹还是从一旁抽出一个单子递给了林寒，将这个职业信息表填写一下吧。接过单子，林寒发现是一些属性数值，他很快的就将自己的信息填好。当然，具体的数值也是按照当时刚刚觉醒的时候稍微多写了一些。若是真将自己那些120万的数值填上，恐怕就真的能引来不少的麻烦。祭祀职业，请问您已经获得了元素之源了吗？前台小妹拿着林寒的信息单开始翻阅起来。不过当她看到林寒的觉醒时间竟然是前天后，有些意外，仅仅用了1天便升级到了10级，这是怪物吗？再看到林寒的身体各项数值，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祭祀应该有的数值，一时间有些心疼林寒。就这数值，恐怕一些天赋异禀的战士都达不到吧。已经获得了元素之源，林寒回应道。前台小妹点了点头，心道，恐怕这是哪个大家族的少爷吧。1天的时间就升到了10级，又获得了元素之源，能够升到10级他倒是不意外的，稍微有背景的大家族几乎都能够做到。但元素之源这种有价无市的宝贝，可不是随便能够达到的。一时间他倒是对林寒的身份更加好奇许多。请问我现在能获取2转任务了吗？见前台小妹迟迟不说话，林寒试探性的问道。前辈小妹连忙将思绪拉回，一副笑容的说道，当然可以，不过还有一些前提我需要跟您讲解一下。转职任务您可以有2次选择，一次是指定任务，也就是您自己选，还有便是系统的随机任务。指定任务的等级一般都在 B、A 之间，也有可能会有 C 级任务，当然要看系统的弹出，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随机任务便由系统全部随机，可能会有比 C 级更低的任务，也有可能会有 S 级的任务，这就全看运气了。当然，因为您的职业是乃系职业，所以我这边会推荐你选择指定任务，这样通过率会高一些。听着前台小妹的话，林寒也是不假思索的说道，随机任务。听见这个回答，前台小妹也是一愣，她再三确认道，您确定要选择随机任务？林寒肯定的回答后，前台小妹也是无奈的拿出一个能量球，说道，请您将手放到上面，然后注入能量就可以了。根据前台小妹的指引下，林寒开始逐步操作起来，慢慢的能量注入到水晶球之中，而水晶球后连着一根线到前台小妹后方的显示屏之上，姓名林寒，职业生命祭祀，等级10级1转，转职任务前往地下城搜寻并猎杀深渊使徒，获得深渊之心，任务等级 S 级任务。上来就是彩票吗？林寒有些无奈，自己这脸也太黑了点吧。若是没有万倍增幅系统的话，恐怕这2转任务是根本不可能过的了。但如今他身怀禁咒，倒是不用去担心这种事情。等到了地下城之后，直接使用禁咒将地下城洗刷一遍就可以了，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压力。你好，我要接受 S 级任务深渊使徒。林寒果断的说道。前台小妹双眼瞪得溜圆，她都已经在心里构建好了这位祭祀会浪费这次机会，然后选择指定任务。没想到他竟然想要接下，这种行为跟送死有什么区别？这位先生，还是请您考虑一下，您的职业是生命祭祀，参加这种级别的任务对您来说通关率很低，这边不推荐您选择这种级别的任务，您还有1次选择的机会，可以选择指定任务。林寒也是知道这前台小妹的好心，但依旧是摇了摇头说道，不需要，这个任务就可以。那我为您领取任务了。前台小妹还想说些什么，但看到林寒如此坚定的眼神，便将想要说的话全都憋了回去。若他是个战士的话，恐怕真有可能通关，但可惜只是一个生命祭祀职业者。好的。随后前台小妹开始在面前操作起来，将林寒的信息填上。不一会，整个转职大厅的显示屏上就出现在了任务领取提示，任务名称深渊使徒，任务要求前往地下城搜寻并猎杀深渊使徒，并要带走深渊之心，
任务等级 S 级，领取人林寒，职业生命祭祀，等级10级一转。这小子是谁啊？怎么这么不自量力，竟然连这么危险的任务都敢领取？没听说辉月市有这么1号人物啊？生命祭祀，没听说过这个职业啊？会不会是什么新的祭祀隐藏职业？这时，聚集在转职大厅的人纷纷看向了这个屏幕。切，管他什么隐藏不隐藏的，说到底还不就是一个祭祀吗？一个奶系职业竟然敢接下 S 级的转职任务，他疯了是吧？年轻人嘛，肯定是有些不自量力的。等他受挫了，就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了。受挫，怕就怕他直接将自己交代在这。很快，整个转职大厅轰然大笑起来。所有人都对林寒接下 S 级任务很不看好。作为一个奶系的职业，挑战这样的转职任务，根本就是和玩命没什么区别。没事的，不用管他们多说什么，说不定你是足够幸运的呢。前台小妹见状，也连忙安慰道。林寒倒是不在意，这些人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就好。那我先走了。说完，林寒便告别前台，在众人的哄笑之中离开转职大厅。而前台小妹看着林寒的身影，心中也有些不舒服。但仔细想想，这小子1天时间就升为10级，或许他身后的大家族能够想办法帮其摆平任务也说不定的。没等林寒离开转职大厅，一群人突然出现将他拦住。你们是？林寒观察着几人的服装，他们左胸口处都别着一个带有蛇图案的胸章。我们是三蛇会的人。这时，为首的一个光头男子冷峻地说道。三蛇会？林寒对三蛇会有过一些了解，这是辉月市3大公会之一。一个城市之中，除了官方的一些人外，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工会维持各个地方的治安。在城市危机的时候，这些工会也会站出来承担他们的义务。因此，工会在一个城市之中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位置。不少跟修炼有关的东西都是这些工会在经营，甚至一些试炼场地，甚至工会里会有雇佣兵团队，是可以花费材料或者钱币来进行雇佣，来帮做任何事情。这也是工会的主要收入来源。虽然知道了对方的身份，林寒也没搞懂这帮人怎么会拦住他。既然知道我们，那事情就好办了。光头男大大咧咧地说道。他最喜欢和这些初出茅庐的小孩打交道，对方什么都不懂，最好哄骗威胁。我们来找你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这次你的任务我们准备跟你结伴参加，你只不过是一个奶系职业而已，独自参加这种级别的任务，危险还是非常大的。但我们就不同了，有我们的加入，肯定能保你过关。怎么样？我可是26级的战士，还是很有安全感的吧？这几人纷纷趾高气扬起来。他们之中最小也是2转的实力，在林寒面前完全够用。作为三蛇会里都比较知名的雇佣兵，这一次他们就是要帮一个1转的奶系获得深渊之心的任务。可等他们来到这里，就见任务已经被林寒接走了，最终只能准备和林寒结伴行，等将深渊使徒击败，将深渊之心抢过来就可以了。林寒心中冷哼，他已经看出来这帮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无非就是对深渊之心有想法罢了。但深渊之心，一个深渊使徒身上只有1个，而目前辉月市的任务也只有这一项任务，也就是说，这颗深渊之心落到谁的手里，那谁就能2转。有了这个前提之下，林寒怎么可能让出去？他费了那么大力气才收获2道元素之源，让他暂时放弃转职，想都不可能想的事情。不好意思，没有兴趣，我还是喜欢自己一个人。林寒拒绝得非常果断，抬腿就要往外面走。小子，你别敬酒不吃罚酒，你知道我们三蛇会在辉月市的势力有多大？你得罪了我们，你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光头男上前拦住，恐吓道：吓唬我？林寒对这种套路实在是太熟悉了，总想在他们这些新人面前展露自己，就凭借这几个臭鱼烂虾就想代表一个工会，怕是人家会长都不知道有这么几号人物。你……林寒的话让光头男一愣，一般这招对新人来说是非常好用的，如今这小子竟然丝毫不怕，这倒是让他有些意外。行了，让一让吧，这里毕竟是官家的地盘，你们要是想要在这里对我动手的话，还是省一省吧。林寒摆了摆手，一副老油条的样子。好小子，你的确是让我有些意外，但老子可以告诉你，你已经彻底将我惹怒了，后果你应该清楚。让开！随着光头男怒吼一声，雇佣兵团的众人也纷纷给林寒让开一条路。的确，正如林寒所说，这转职大厅是官家的地盘，他们不可能在这里对林寒动手，只能放林寒一马。林寒不管他们，大步就走了出去。团长，我们难道就这么放过这小子了吗？光头男冷哼一声，放过？要是我们就这么放过他的话，我们以后在工会还怎么混？以后谁还能雇佣我们？今天这个面子我们必须要找回来，既然光明正大的行不通，那我们就玩点脏的。
不怕不能让这小子后悔与我们作对。看着林寒离去的背影，光头男眼神一眯，恶狠狠地说道。